2023年是中国产品在俄罗斯取得丰收的一年，从各种机械到各类汽车，从各种医疗用具到家用电器，数不尽的中国产品涌入俄罗斯的广阔市场，填补了2022年2月战争爆发后西方退出俄罗斯留下的空白市场。中国企业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拿下了俄罗斯市场。刚开始，西方普遍预计在强大的制裁下，俄罗斯经济要出现重大问题，但事实证明，到目前为止，俄罗斯一直保持良好。虽然俄罗斯经济确实遭受了温和的衰退，2022年经济增长下降了 2.1%， 但比战争开始时预测的 10% 至 15% 的收缩要好得多。莫斯科表示，其经济在2023年第三季度同比增长 5.5%， 预计俄罗斯全年增长 3.5%。这个数据直接让欧盟不敢相信，他们不死心，但又不得不接受这个事实。所以，欧盟委员会不得不修改之前的预测数据，从预估的下降 0.9% 上调至增长 2%。而且，欧盟还预计，俄罗斯2024年和2025年的经济将增长 1.6%。根据芬兰能源与清洁空气研究中心的数据，自2022年欧盟实施制裁以来，截至2023年11月，中国、印度、韩国和土耳其是俄罗斯煤炭的前4大买家。中国、印度和欧盟是俄罗斯原油的最大买家，而欧盟则是俄罗斯液化天然气的最大买家，其次是中国和日本。俄罗斯央行行长埃尔维拉纳比乌利纳警告说，尽管经济增长预期会上升，但预计逆风将继续存在。俄罗斯必须为西方的更多制裁做好准备。目前，俄罗斯面临资本外流、高通胀和劳动力萎缩。俄罗斯遭遇的这一切，给中国提供了参考。因为将来我们一旦被迫走向武装统一的道路，美国绝对会带头制裁我们。俄罗斯遭遇的制裁时刻提醒着我们，需要将龙头企业和供应链的关键部分留在中国。俄罗斯拥有丰富的石油、天然气、煤炭、金属和木材资源，是农作物和化肥的主要供应国，但从制造设备到消费品，一切都严重依赖进口。中国在海外也高度依赖资源和能源来推动其经济增长，但它正面临着地缘政治复杂性和西方主导的全球供应链重组带来的日益严峻的挑战，这是减少对中国市场的过度依赖的努力的一部分。中俄高度互补，所以未来在面对美国为首的西方压力时，中俄可能长期保持友好合作了。当然，这里面有一个前提，那就是美国为首的西方继续打压俄罗斯，而不是拉拢。一旦拉拢俄罗斯，如果普京卸任后，恐怕俄罗斯经不住忽悠，会再次上当。西方制裁俄罗斯，给了我们很多经验和教训。面对未来可能的制裁，我们该如何应对？又该提前准备些什么？各位不妨在评论区留言。